大家都应该听过汤哦这句话。那你还记得让这个词爆红的光头哥哥背后欢笑与泪水交织的故事吗？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天又要来跟大家迷因考古咯。你还记得光头哥哥吗？2017年底 YouTube 上面出现了一个超神秘的影片，影片里面呢有一个赤裸半身的男子，一边用胶带捆绑自己，一边喃喃自语，最后讲出一句哥哥汤哦。就这样子一个无厘头加重口味的影片，让很多人觉得超迷超赞。汤哦也因此莫名其妙的爆红，成为了2018年最流行的网络用语。而影片背后的男人光头哥哥也顺势的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网红之一。那在光头哥哥走红之后，很多人就发现说，他的成长过程虽然很辛苦，但频道却不开盈利，不收抖内，没有广告，被誉为是直播界的唯一清流。遗憾的是，他在2019年因病过世，让粉丝们都非常的难过跟错愕。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要来回顾一下光头哥哥当时是怎么崛起的。除了汤哦以外，他还有哪些的经典语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光头哥哥交织泪水跟欢笑的一生吧。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想买房或租房，却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吗？房地产术语都超级复杂，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变成肥羊吗？今天要介绍的超实用买房秘技箱课程是由具备多年产销经验的35线上赏屋主持人 Ted 带领，搭配9面从房产小白的角度切入提问，带领大家深入浅出的了解房地产知识。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像是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物件，破解卖方的话术、合约关键，甚至装潢与风水等等。针对租屋族呢，也有遇到法律纠纷该如何自保的介绍。不论你目前对于房地产的需求是什么，都能够在这堂课当中学到很多有帮助的资讯。懂越多，选择就越多。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了解更多的房地产知识啦。光头哥哥本名陈俊杰哦，1975年出生。他在直播平台 Twitch 上面有2万个追随，YouTube 上面呢则有11万订阅。平常主要是上传一些无厘头的搞笑影片。那除了前面提到的汤哦，他的代表作还有一部《寻找红心 A》。在这部影片里面呢，他是穿着一条红色内裤，先是告诉观众们今天要变魔术，接着在床上倒出一堆扑克牌，请大家来寻找红心 A。但找了半天呢，却没有。他故作神秘的说：“你知道红心 A 在哪吗？”光头哥哥告诉你。然后从内裤里面掏出了红心 A 就结束影片。那因为过程实在是太荒谬又莫名其妙，观众的反应超好，还有粉丝爱到二创成迷因影片，开始在网络上面疯狂的传播。那除了这些恶搞影片之外呢，因为光头哥哥毕业于实践大学的应用外语系，他还很认真的推出了教英语的系列影片，内容有教时事英文啊，还有生活英文，甚至还有新闻评论等等，非常的丰富。那看这工整的字迹、认真的内容哦，不少人开玩笑的问说：“阿弟是不是在瑟瑟发抖？”此外呢，他还常常在直播时呢宣称自己已经戒色哦，但是动不动的呢想要讲黄色笑话，最后只好边讲边对自己卖欧被供。那这种一下震惊、一下胡闹的风格呢，让他持续的收获了不少的粉丝。尤其在汤爆红之后呢，他的影响力呢已经是名等级，关于他的梗图超级多，像这张笑容逐渐汤，或者是螳螂母螳螂汤狼，或者是这张汤同行，张张呢都让人嘴角失手，还红到文化部也跳出来哦，趁机教育大家汤才是台语的正确用字。这些恶搞的迷因呢，让光头哥哥被很多人看见，但也让一般人对他的印象都是无厘头很想红。不过其实他背后有一段非常辛苦的过去。光头哥哥自己透露过，他小时候比较内向害羞，话比较少，所以一直没有什么朋友。后来在国小4年级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在球场打篮球，有个阿伯呢说要教他热身，结果却带他去隐秘的地方，压在他身上，对他做伏地挺身。那因为当时他年纪还小，面对这种疑似被猥亵的经历，他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只好自己压抑着。再加上其他的压力持续累积，他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开始会乱发脾气啊，乱摔东西，乱骂人。在17、18岁的时候，他甚至还出现了轻生的念头。他家人发觉到不对劲，带他去精神科就医，才发现当时的他已经患有了严重的忧郁症，需要住院。住院的时候呢，光头哥哥一度觉得自己不可能会好转，因为在他的印象里面呢，很多人住进医院之后就没有办法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所幸靠着药物的治疗以及阅读圣经，他的病情呢慢慢的获得控制，而他也藉由信仰找到了处理负面情绪的方法。后来他看到 FBI 帅哥邓家华以及鸡排妹的走红，他决定呢也要来开直播拍影片。
光头哥哥在一段影片当中提到，当初会想要成为网红，一部分是因为自己有些虚荣心，而一部分呢，则是因为自己喜欢唱歌、搞笑，想要通过表演带给大家欢乐。至于赚钱，反而不是他的首要目标。所以在光头哥哥爆红之后呢，有很多粉丝想要抖内他，却都被他给婉拒了，因为他认为钱够用就好。看到大家被他逗乐，甚至分享他的搞笑点子，他就已经很满足，获得很多的动力。不过也有人质疑他整天在家，看起来没有工作，还说不看重钱，是不是啃老族呢？光头哥哥坦诚，其实他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目前在家照顾中风的爸爸，未来会继续努力让自己进步，希望有机会能够踏出舒适圈，融入社会。而除此之外呢，光头哥哥也开始反思自己成名之后应该要有一些社会责任。因为光头哥哥的影片通常只穿一条红内裤内容尺度又比较大，所以常常会被检举，甚至还发生整个频道被关掉的惨况。那当然也有不少人批评他伤风败俗、教坏小孩等等，但光头哥哥并没有就这样子放弃他表示面对网友的批评，他都会抱持着包容的心，善意的提醒呢可以回复他但如果是恶意的就不用理他。另外，他也真的有调整自己穿起衣服，试着去拓展更多正经的内容，像是开箱食物应援教学祝福影片等等，甚至呢还常常在影片当中开导网友，分享一些遇到低潮的转念方法。比如有人说自己的女友呢被好朋友追走了，光头哥哥就鼓励他会觉得受伤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要相信未来很长，一次感情的失败不等于你的失败，而是代表我们尊重对方的选择。他在直播的时候呢，也常常会强调要孝顺父母不贪财不贪色，不做犯法的事情等等。所以很多人都说光头哥哥就像老朋友一样，除了会用一些废到笑的话逗笑你，也会在你受伤的时候用满满的正向的情绪来鼓励你。像他在直播的时候，如果有人点歌或是要求他拍祝福影片，哥哥呢都会尽量的做到，甚至还会仔细的记在这个房间的大墙上面。即使有人被网友抓包怎么每个月都在过生日，光头哥哥呢还是会带着满满的感情帮他唱生日快乐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2019年底突然传出光头哥哥过世的消息之后，大家都非常的难以置信。在2019年的11月当中呢，光头哥哥的姐姐突然在他的私人脸书留言说，光头哥哥已经在11月13号过世，很抱歉不能够再完成粉丝们的愿望。这个消息呢，让很多人都感到震惊，因为明明在3年前哥哥还在开直播跟大家互动，怎么会忽然病逝了呢？后来有人翻出直播才发现，当时的光头哥哥虽然因为生命不舒服还是很努力的在逗乐大家，甚至跟大家约定说，等下次恢复体力了会再来跟大家相会。在光头哥哥过世之后，粉丝们都非常不舍，纷纷在网络上面哀悼他。根据当时的报道，他的追思会一共有1300位粉丝参加，人多到呢从殡仪馆的门口排到辛亥隧道，又再折回到门口。之后 Twitch 呢也追赠了荣誉勾勾给他，永久保留了他的频道，让光头哥哥为大家带来的欢笑跟泪水能够永远的被粉丝们给记住。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制作各式各样的议题。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话说回来这次因为要做这一集呢，我们又重新复习了很多光头哥哥的影片，像什么精武门啦、大喜之日，还有这个摩托车压狗配音等等的，每部影片真的都超好笑。可是因为影片长度的关系没有办法全部塞进来，而且用讲的没有那么好笑，大力推荐自己可以去重温一下不过虽然我们也很爱光头哥哥但回想起当初一开始看到光头哥哥影片的时候，也有点不太知道他到底在红些什么，甚至当时也有不少人觉得他的内容很低俗教坏小孩等等。那么觉得这种恶趣味当然是有啦，无可否认，他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搞笑方式才被大家注意到的。不过在爆红之后，让大家愿意留下来关键，可能还是因为光头哥哥那种很单纯的真诚，像是他明明也过得很辛苦，却每次呢都能够同理大家的难处，用尽自己最大的力气去逗乐大家，就算在爆红之后也不收钱不装酷，一样用朴素的方式去散播欢乐。因此很多人都说，虽然光头哥哥的才华不一定是最出色的，但他的人呢一定是最真诚的。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或许就是这种难得的真诚，才能够让大家至今都还是很怀念他吧。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最后呢，想要问大家，看完光头哥的故事，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什么？光头哥哥的英文竟然比我还要好，比做网红居然不开盈利，根本是在做功德所以没有想到表面搞笑的他呢，背后的故事竟然这么的辛苦。以上接受光头哥哥，我好想你，以及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光头哥哥。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修女鱼以及 Low Cost Cosplay 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